欢迎收听一起学汉语。大家好，我是王明。大家好，我是小艾。哎，快看！看什么？当当，这是我新买的手机，怎么样？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特别漂亮？哇，真不错，恭喜恭喜！不过我得说啊，你刚才那句话，这是我新买的手机。那怎么了？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但是呢，我总觉得听起来好像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会吗？我还特意用了最标准的那种说法呢，就是咱们以前在课本里学的。好，问题可能就出在太标准了啊？它标准的就像是教科书里的例句，听起来有点平淡，缺少了那种你知道吗？那种生活里真实的情感和味道。情感和味道，买个东西而已，表达上还有这么多讲究吗？我还以为说清楚我买了什么就够了呢。那当然有讲究了。其实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尤其是在网上聊天发动态的时候，他们有一整套非常有意思的词儿来表达买东西时候的各种心情。真的？买的东西不一样，买到东西的方式不一样，那个感觉啊，说出来的话也完全不同。哇，这个听起来太有意思了，快跟我说说，我可不想下次再跟朋友分享我的快乐时，听起来还像在背课文。哈哈哈，我怎么才能说得更地道，更有你说的那个味道呢？没问题。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告别干巴巴的我买了，学一些现在特别流行的说法。太好了，我赶紧找个小本子记下来。好，那咱们先从最常见的说起，比如你最近看上了一个小东西，不是很贵，但就是特别喜欢，像一支口丝红或者一个新出的耳机什么的。你考虑了一下，决定买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特别贴切的词儿——入手。入手就是进入的入，手的手。对，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件你很喜欢的东西，现在终于进入你的手中了，完完全全属于你了。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捧在手心里的喜爱和满足感，比简单的说我买了那个感觉色彩要丰富多了。啊，这个小宝贝终于到我怀里来了的心情。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你下次买了新口红，就可以发个朋友圈说，周末逛街入手了一支超美的口红，心情都变好了，是不是听起来就生动很多？确实，感觉一下子就把那种喜欢的心情给表达出来了。对了，说到这个，我经常听朋友说一个词儿，好像跟草有关系，说自己心里长草了什么的。啊，你说的肯定是种草和拔草吧？对，就是他们。拔草，为什么要把草拔掉？这和买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听起来好奇怪啊。哈哈，这个说起来非常有意思。要明白拔草，你得先知道心里那棵草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呢，就叫种草。在心里种草？你想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你的朋友给你推荐了一家餐厅，说的天花乱坠，或者你在网上看到一个博主分享的好东西，那一瞬间，你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哇，我好想要的强烈欲望？天天都有，我的收藏夹里全都是这些东西，对吧？那种强烈的渴望，就像一颗种子掉进你心里，然后迅速生根发芽，长成了一片草原。哇哦！它一直在那儿，让你心里痒痒的，总是惦记着，忘不掉。这个被别人激发了购买欲的过程，就叫被种草了。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懂了。我心里现在就长满了草原。那长了草之后呢？总惦记着也挺难受的。所以啊，你就需要去拔草了。啊哈，就是去买那个让你心心念念的东西，或者去吃那家让你朝思暮想的餐厅。通过这个行动，你把你心里的那片草给清除了，满足了自己的愿望。所以啊，拔草的重点是消除惦记，满足好奇心。哇，原来是这样。所以拔草不仅仅是买东西，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完全正确。所以有时候拔草的结果也可能不那么美好。比如你可以说，我终于去拔草了那家网红蛋糕店，但感觉味道一般般，有点失望。对，意思就是好奇心是满足了，但东西不一定符合你的期望。这个太实用了，以后我就知道怎么表达那种复杂的心情了。好，那我们聊一个更大件的。刚才说的入手一般用在比较小的东西上。如果你买的是一件很贵重、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车、房子
或者像你这个新手机，用入手就感觉分量不太够了。对哦，感觉有点轻飘飘的。那该用什么词呢？总不能说我拔草了一辆车吧？那得是多大一片草原啊！哈哈，当然不行。对于这种重大的、值得庆祝的收获，有一个特别有气势的词儿——喜提。喜提，喜欢喜的提，提取的提。没错，喜就是喜悦，提就是拿到。这个词儿最早是从汽车销售那儿流行起来的，他们经常会说恭喜王先生喜提新车哦，听起来就特别正式，有种仪式感，充满了快乐。哦，那我当时应该特别骄傲地跟大家宣布，朋友们，我今天喜提新手机了，是不是这样？对，就是这个感觉。一说喜提，那种开心、自豪，恨不得告诉全世界的心情立刻就出来了。哈哈，不过更有趣的是，这个词儿现在被年轻人玩出了新花样。哦，还有别的用法吗？有，他们会用喜提来带点幽默、带点自嘲的去说一些自己不想要但又没办法必须接受的事情。还有这种操作，太好玩了！快举个例子。比如说，周五下午5点半，你马上就要下班了，老板突然走过来说，这个项目很急，你周末加个班把它赶出来。唉，最怕这个。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个朋友圈，配一张哭笑不得的表情，写上周五的惊喜，喜提周末加班大礼包1份。我完全懂了，就是用一个听起来很开心的词儿去说一件很倒霉的事儿，这种反差感特别幽默。这个我一定要学会。那我们再说一种情况，有些东西它可能不一定贵，但是特别难买。比如你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门票，或者那种全球限量的球鞋啊，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时守在手机前，心跳加速，能不能买到全看缘分，是吧？当你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网速、手速都跟上了，终于成功买到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打赢了一场仗。没错。这种胜利的喜悦，就可以用一个非常霸气的词来形容：拿下。拿下，感觉像个将军一样，攻下了一座城市。就是这个气势。拿下这个词强调的已经不是买这个动作了，而是赢得、攻克的这个过程，它包含了你的努力和不容易。所以当你抢到票之后，可以激动地发消息说战斗了一上午，终于拿下了2张票。朋友们一看就能立刻感受到你的激动和那种来之不易的喜悦。这个词儿太棒了，下次我再抢到票，我一定要用拿下，感觉自己超级厉害。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不一定喜欢买全新的东西，我特别爱逛那种二手市场或者旧货店，在里面慢慢翻，慢慢找。哦，寻宝是吧？对，希望能发现一些别人没有的很特别的东西。这种购物体验有专门的词儿来形容吗？当然有，而且这个词你肯定不陌生，就是淘。淘是那个购物软件淘宝网的淘吗？正是。你想想，淘金这个词是在一大堆沙子里面把珍贵的金子筛选出来。所以淘这个动作用在购物上，就特别形象地表示，在许许多多甚至有点杂乱的商品里，凭借你的眼光和耐心去发现好东西的过程。哦，我明白了。所以淘宝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寻找宝贝的地方，用淘这个字儿就完全把那种寻宝的乐趣和找到好东西时的惊喜感表达出来了。对极了，它比买更有故事感。比如你找到一件特别的复古衬衫，你就可以跟朋友分享说，你看这件衣服是我在上个周末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独一无二。一个淘字立刻就让这件衣服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它代表了你的发现和品味。我太喜欢这个词儿了，它完美的描述了我逛旧货市场的时候的那种快乐。那还有一个问题，像我们俩录完了一期节目，或者我的朋友画完了一幅画，当一个新作品完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道的说法来宣布一下呢？这个也有，而且也非常有画面感，叫做新鲜出炉。新鲜出炉，听起来好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面包，还热气腾腾的。哈哈，没错，它最开始就是形容这个的，现在呢就被大家广泛的用来形容各种刚刚完成的作品或者产品。
这个用法真的好有创意，感觉一下子就闻到香味儿了。是的，它特别生动地强调了你的作品是最新的，还带着温度和热情。所以等我们这期节目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最新一期节目新鲜出炉了，快来听听吧。感觉听的人一看到这4个字，就能感受到我们的兴奋和作品的新鲜感。好了，东西也买到了，作品也完成了，最后一步肯定是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对，这个分享的动作有没有更口语化的说法？发布、展示都可以。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字儿是晒。晒太阳的那个晒。对，你想想，晒太阳是什么感觉？就是把东西放在阳光下，让大家都看见。所以在社交网络上，晒就是指把自己新买的、收到的，或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好事儿，公开的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哇，这个比喻好直接，把自己的快乐晒出来，让大家都沾沾喜气。是的，比如说周末天气真好，晒一下我刚收到的花儿。这个词儿比分享更随意，有时候也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可爱的炫耀。我还听过一个词儿叫交作业，这个也算是晒吗？没错，交作业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晒。它指的是一种特定情况。你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火的菜谱，一个手工教程，或者一种拍照技巧，然后你自己也跟着学，跟着做了，然后把自己的成果发出来。对，把你做的菜或者你的手工作品的照片发出来。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向网络上的老师和同学们交上你的学习成果一样。哈哈，所以叫交作业。对，这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分享方式，特别有趣。哇，今天真的学到了对动的词了，感觉我的中文一下子就变得生动起来了。让我来总结一下，看看我记住了多少。好啊，你来试试。如果我买了一件很喜欢的小东西，我可以说入手了。如果我满足了一个惦记很久的愿望，比如去吃了一家很想去的餐厅，就是去拔草。完全正确。如果我买了车这样的大件儿，或者开玩笑说自己要加班了，可以用喜提。对。如果我费了很大力气抢到了很难买的票，那叫拿下。非常准确。在旧货市场里发现宝贝，这个过程叫淘。我们的新节目做好了，可以说新鲜出炉。最后呢，把这些开心的事儿发到朋友圈，就叫晒。总结的太棒了，看来你都掌握了。太开心了，这下我可以用这些词和朋友们聊天了，感觉自己地道多了。那么，也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布置一个课后作业吧。是什么作业呢？你最近有没有入手什么让你眼前一亮的好东西？或者有没有拔草什么你惦记了很久的美食？又或者你有没有喜提什么让你开心的大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用今天学到的词语来跟我们晒一下你的生活。我们很期待看到你们的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再见。